可是到了公司后，魏秘书并没有打瞌睡，只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。签好字的文件转手又送了进来，汇报工作时候被蓝副总纠正了3次，开会列席时不小心碰到杯子，把文件打湿了一角，不幸被蓝启仁看到，又被严厉批评了一顿。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蓝副总不禁有些担心。但在公司餐厅里，蓝副总看到魏秘书的餐盘堆得满满的，食欲还是很好，故意将副总裁办公室的门敞开，看到坐在办公桌前的魏秘书神情很是正常，也没有出现频繁摸肚子、按摩太阳穴之类的动作。难道是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？蓝副总监控了魏秘书的办公电脑，没有出现可疑的聊天对象和对话内容，都是工作上的事务。认真工作的魏秘书也没有频繁拿出手机发信息、打电话，或者忽然消失很久，只是偶尔有些神经质地看向自己办公室，找借口去总裁办公室，然后站在秘书室门口，也能听见魏秘书和其他人欢快的聊天声音。将一切看在眼里的蓝副总确定了一件事，魏秘书今天的心思没有在自己身上。蓝副总有些不开心。魏秘书，进来一下。蓝副总低沉好听的声音传来。好的。魏无羡随即起身，拿着笔记本走进蓝副总办公室。下周的会议发言稿我下班前要看。蓝忘机淡淡的说，那是下周5的会议，时间还早，但好在魏秘书有提前起草。魏无羡松了一口气，回到座位将稿子调出来修改了一下，又从头到尾检查一遍，便打印好交给蓝忘机。蓝忘机看了一眼稿子，拿出笔勾画了2处，说修改一下。魏无羡知道蓝副总的稿子是不会那么容易过关的，便点点头，拿回座位去修改。第2次将稿子交过去时，蓝忘机拿出笔又在别的地方圈了2处，就交给魏无羡了。魏无羡有些疑惑，最讲究工作效率的蓝副总以往改稿子并不会这里改一下那里改一下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魏婴？怎么了？见魏无羡站在旁边没有动，蓝忘机出声问道。没有。魏无羡暂时放下疑问，继续改稿子了。就这样，魏无羡来来回回改了8、9次，正当他以为稿子已经很完美，终于可以定稿时，蓝忘机将最后一段全部擦掉。这段重写。魏无羡有些委屈，但也不敢吭声，也不想露出沮丧的神色。他觉得蓝副总肯定是发现了。发现什么？蓝忘机问。糟糕，又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没有。魏无羡摆摆手，拿着稿子逃也似的回到自己办公桌。稿子反复改来改去，魏无羡已经词穷了，最后一段重写得十分艰难，又不敢拿出和之前雷同的稿子去应付，只好挖空心思一字一句拼凑了半天。蓝忘机拿到稿子后，似乎挑不出什么修改意见了，迟迟没有说话。蓝副总，要安排车回家吗？眼看着快下班了，魏秘书抿着嘴有些紧张。这个不自然的神态没有逃过蓝忘机的眼睛。他放下稿子，思索片刻，说：月底协调会的分工方案出来了吗？没有。这个魏无羡是真没做，不仅是因为时间还早，而且分公司的草案还没有提交上来。要么今晚先拿一个初步。蓝忘机皱着眉头，没有准备放魏秘书回家的意思。蓝副总，这明显就是在为难人。魏无羡忍不住提高了音调。魏秘书，怎么了？蓝忘机饶有兴致地看着魏无羡，一下午没白忙活，自家秘书要被整崩溃了，是晚上有事吗？蓝副总，魏无羡深吸一口气，低下头诚挚地说：对不起，蓝副总。哦，为什么要道歉？蓝忘机反而有些搞不清楚状况了。蓝副总早就知道了吧？魏无羡抬起头，眼角湿润，所以反复修改稿子，还让我做一个现在根本没法做的方案。蓝忘机，我知道我还折腾你，是我不好。魏无羡压制住激动的情绪，早上帮蓝副总拿衣服的时候搭配错领带了。哦，蓝忘机低头一看，确实不是自己惯例搭配的领带，他穿衣服时候就注意到了，但他想着这是魏秘书挑的，魏秘书喜欢，他戴着也高兴。没想到这人为了这个小事纠结了一天，心神不宁，原来是怕蓝忘机发现领带拿错了，被刁难还忍气吞声，原来是以为蓝副总在惩罚他。蓝副总今天还有那么重要的会议，
真是很对不起。魏无羡再次道歉，影响蓝副总形象了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。魏无羡早上晚起了10分钟，帮蓝副总准备衣服的时候便匆匆忙忙的，下楼才意识到拿错领带了，可是蓝副总已经起床，已经来不及去更换了。本以为自己会挨一顿骂，没想到蓝副总居然系着那条领带下楼了。蓝家特别重视企业形象和企业领导人的形象，蓝忘机对衣饰搭配一直很注意，可自己却拿错了领带。没有勇气坦白自己错误的魏秘书，战战兢兢度过了一天。蓝副总，请不要把我调走。魏无羡见蓝忘机没说话，想到之前几任秘书的遭遇，有些害怕。